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Marine。今天要分享的影片主题呢是 Suzanne 这个牌子的秋季单品分享。那如果你对今天的影片感兴趣的话，我们就赶快一起往下看吧。在开始分享今天的所有单品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Suzanne 这个牌子的一些品牌故事，以防大家可能就是不是那么了解 Suzanne 这个牌子。Suzanne 呢，它其实是一个法国的轻奢服饰啊、包款啊、一些皮件的品牌，是近年来呢疯狂窜红各大社交媒体的一个服饰新星。那这个牌子呢，我在网络上就是做一些研究的时候呢，我就找到一个形容的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句子，就是在 Threads 上面有人就分享说，他们觉得Suzanne 这个牌子的设计呢，就像是巴黎秋日的阳光，然后呢，品牌是主打这种暖色系啊，还有这种复古风格，但是又不失这种质感的衣服为主调。那他们的品牌核心理念呢，也是主打一个不过度追求快时尚以及这种跟随潮流的一个风格。那 Suzanne 呢，他们目前虽然有支援全球运送，不过在台湾是没有实体门店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呢想要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 unboxing 后的影片，因为其实我自己当时就是也是非常烧到 Suzanne 的这个牌子，然后呢我又觉得他们的单价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亲民，因为随便一件衣服至少都要100-200磅起跳，所以换算成台币可能就是8-9千块，我觉得是还蛮贵的。那不过他们也蛮好，他们有提供这个就是全球运送跟退货的服务，所以呢我就这一次下单了600磅，差不多是24000台币的单品，然后呢来家里试穿，然后分享给大家，然后希望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价值。那在我旁边的这一箱呢，不知道有点出镜的这一箱呢，就是我刚刚热腾腾收到 Suzanne 的包裹过来，那我就直接搬过来，然后跟大家分享。它真的就是这么大一箱，大家有看吗？满满当当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它的整个质感就是说实在就是包装的很好，因为我好久没有在就是台湾网购，所以我有点忘记台湾的这种包装纸箱现在大家觉得品质怎么样。但我觉得作为第一次下单 Suzanne 的客人来说，我觉得他们的包装盒给我一种满满的质感跟法式风情，还算蛮满意的。那打开之后呢，它就是很像一个礼物盒的感觉吧。然后呢，其实我刚刚就是收到包裹的时候，我已经有先大致都试穿一轮了，因为我觉得这样我可能可以就是更好的给大家一个测评的心得，所以我有先都试穿了一轮，然后我就把它再塞进来，然后再次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赶快来一件一件分享今天的单品吧。第一件单品呢，就是我现在身上上身，然后刚刚开头一直在穿的这一件，也是我本次第1名最满意，一定会 keep 住的单品。这是一件蕾丝的衬衫，然后售价是105磅，我穿的是 size A。给大家看一个就是正面，然后背面的各种细节。然后呢，我觉得这一件我会那么喜欢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它这里领口的细节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其实它的现在照片啊，我觉得我的相机颜色是照得蛮准，它是这种比较奶油偏黄的一个颜色，但是官网出现的图片我会把它附在这里，它其实是可能光打得比较强，所以出现是那种白色，但其实实物收到会是这一种比较偏奶油 cream 色。那它的材质呢，其实也是做的稍微就是比较透肤一点，所以大家如果要穿这一件的话呢，其实里面会比较建议要穿白色或是肉色的贴身衣物，才不会显得太明显。然后呢，我也很喜欢它下面这里这种做的一点点这种散摆然后折叠的一个小细节，我觉得整个就是很法式女生会穿的那种衣服，但是又不会显得太过夸张。所以这件上衣呢，是我这一次买到最满意跟最喜欢的一个单品。那其实当时我买来呢，其实下面本来是没有打算要配这个裤子的，本来是要可能可以配个裙子啊或什么之类的，等一下也可以上身给大家看。但我觉得后来就觉得搭起来的效果没有我觉得搭这种长裤来的好看。它大概穿上就会是这样的感觉。然后最多的一个细节满满的部分呢，是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满满的一个刺绣图腾。
所以呢，其实穿起来呢，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有点皱，原因是因为我其实都没有把它烫过。烫过之后，我觉得穿起来应该整个会就是很好看。它连侧边手袖这边呢也是满满的一个细节，我觉得是属于那种就是可正式，然后也很适合你就是平常上班，然后或是休闲都可以穿的一个法式风情的衬衫。所以这件是我这一次一定会留下来最满意的单品，然后给大家参考。不过如果时光能重来的话，我可能不会买 size A， 我可能会买到 size 6就可以了。就是我觉得8号对我来说还是稍微有一点大，大家可以感觉到这边好像还是蛮有空气的。如果其实我那时候有想过，如果它这边有稍微做一个收腰的话，就是这边我假装把它抓起来，其实我觉得对整个身长的比例呢，应该会显得更加的好。下一件单品呢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现在穿的这一件黑白格纹的一个格子裙。那其实我当时本来买的一个搭配的概念就是要这一件衬衫，然后可能可以扎进去这个黑色格子裙，然后呢可能就会是一个上班或者是通勤，我觉得都会蛮好看的一个穿搭。而且我觉得就是黑白格子其实更有那种法式女人的风味，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Suzanne 把这一点做得很好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这件裙子呢，我应该不会留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小心买太大了，就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其实是很松，所以我觉得它没有穿出那种 A 字，就是比较能够修饰身材线条那样子的一个效果。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Suzanne 这一次整体购物下来唯一让我就是觉得比较小没有那么满意的地方，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尺寸真的不是特别好抓，所以呢，真的是那时候我在购买之前也看了很多人的这个试穿影片，然后找来找去，就是大部分都还是西方这边的一些 influencer 在分享，比较少看到亚洲，就是像我这种身高156的女生分享购入Suzanne的体验，所以呢，觉得就是这算是他们家唯一一个在尺寸上面我觉得比较难抓的一个点。那这件裙子，我觉得如果我可以让它 size 再小一点的话，我这一次可能不会退，但因为不小心买太大了。我这次应该是 S 号，所以还是有点过松，所以这件裙子呢，虽然它的版型、它的这个材质跟它的这个style 跟实搭度，我觉得都是很棒的，可是最终应该不会留它。下一件单品呢，就是堪称是 Suzanne 的品牌年度之王，可能不是年度，可能是他们从创立以来是一路让它火爆全球的Bobby Jacket。 相信我这样看到这个格纹，就是有在关注 Suzanne 这个牌子的朋友，应该完全都知道这件外套了。只是我买的呢，不是最经典的那一个比较偏卡其的颜色，我买的这个是caramel， 就是比较焦糖深棕色的，然后里面是搭这个格子。那你可能会问我说，为什么不买比较浅一点的那个颜色呢？答案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在逛的时候，那个已经缺货了。那这个颜色 caramel 的短版是还有货，所以我就想说，不然我先下单回来试试看版型，然后如果真的有喜欢的话，后面再换另外颜色。但是没想到我收到之后，其实蛮失望的，我是不会保留它。我的 size 呢是36号，然后它的版型不得不说，其实寄过来的时候它是蛮硬挺的，然后整体来看也会觉得它的材质啊、做工等等都是蛮无可挑剔的。但是为什么我会说就是我会把它退掉呢？我先上身来给大家看一下。OK。首先呢，我自己当时决定要买一个 size up 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冬天买一定会有很多时候是你需要去加衣服在里面的，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的嘛。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买大一点。那其实我也很喜欢它这边是有一点比较散摆的状态，所以整个人就算你塞比较多衣服，也不会显得太过臃肿。然后背面，然后侧面，然后还有正面，虽然我是这样子觉得，但是我没想到收到之后，我觉得它整体就是版型啊等等之类的，就是上我的身好像没有那么的合适。而且其实我觉得我的皮肤这个黄种人的颜色，我觉得在搭配这一个颜色的外套的时候，我觉得反而会显得整个人比较暗沉一点。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重来的话，我应该还是会等到购入另外一个颜色，然后以及这个尺寸上面呢，我也会就是可能再小1号，因为我觉得有点太太大了，所以就会大家知道吗？少了一点点那一种穿风衣应该要有的随性感。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件红翻天的这个 Bobby Jacket， 大家对它的想法是什么？但是总之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到那么适合我，然后所以这一件呢，我是会把它 return 回去的。下一件呢，就是Suzanne家最大名鼎鼎的 cardigan， 也就是所谓的毛衣系列。那我这次入手的不是它在网络上最火的那一个 Emily 那个系列，我买的是另外一个系列，我现在有点忘记它的名字，我把它的名字放在旁边，大家可以参考。那我选择是灰色这个颜色，然后它是做排扣这样子的设计。那这一件呢，我必须跟大家说，就是如果你是那种对毛衣的材质、皮肤就是比较敏感的人，真的要小心 Suzanne 家的衣服，因为我现在穿上去啊，我觉得超级无敌扎，就是它是那种刺刺的，绝对不会是让你觉得很像那种舒服的毛衣，你可以在家穿啊，然后到外面穿也可以，它真的会让你觉得就是有一个束缚感在，然后会很扎肤、很刺。所以呢，我自己觉得，如果你是比较 care 就是亲肤度这一块的，我觉得 Suzanne 家的毛衣要特别注意。那这一件我也会退掉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穿起来的版型可能没有那么适合我，我觉得它穿上去，跟我想象中的那种效果好像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如果是以这个价位的话呢，其实可以买到，我觉得各方面材质都更加好的毛衣。那因为其实像这件毛衣，其实它的售价也是差不多115磅吧，所以其实换算台币也要4、5千。我觉得以一个4、5千的毛衣来说的话，这个的话，我觉得没有那么的合理，再加上它又是会扎肤的，所以这件毛衣呢，我是会把它就是退掉。但是版型上呢，它的这边也是做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其实要扎裙子啊，或是要放出来，其实都是蛮 OK 的。今天的最后一件单品是这件短版的牛仔衬衫，然后其实像短版牛仔衬衫跟这一条黑白的格纹裙，是我当时看到model 的上身图，我觉得超搭，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平常上班啊，或者是出去休闲什么是很适配的一个组合。然后但是这一件衬衫，我必须跟大家说，如果你有被我的影片就是烧到想要购买的话，不确定还不能买到，因为这其实是他们的季度 sales item， 所以这个呢其实会比我刚刚前面介绍的那些他们的经典款来的价钱都更低。这一件的衬衫我没记错应该是60磅，所以是比起刚刚随便动辄一件就要100-200磅来说，这个是非常实惠的一个价格。那这也是我那时候在 sales item 的这个区逛的时候，我才发现，它还有我的 size， 然后也版型蛮好的，所以我就下单。这一件呢也算是我还蛮满意的。唯二第二个单品就是这一件，是我就是没有那么确定我是要退还是要留，就是我还在犹豫。但是我觉得它整体给我的这个感觉是很好的。然后我很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扣子呢，它是这种拔扣设计，所以我觉得在穿脱啊，或者是在各方面的一个日常的一个亲肤度啊上面，我觉得都蛮好的。大家觉得我这一件要留还是要退呢？我觉得它的版型位置设计的其实是蛮好的。那如果要穿裤子啊或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搭配起来也都会蛮好看的。好，那以上呢就是我这次所有在 Suzanne 购买的单品。那我也会把对应的link 放在我的影片资讯栏。那如果你有想要进去看这个产品更多的细节啊，或价钱啊、size 之类的，就可以点下方的链接参考。然后我刚刚发现我忘记跟大家也顺便 unboxing， 就是他寄给我的这个盒子里面有附了什么东西。首先第一个呢，附上的是这个。他们的 return 的一个信件，里面应该就是有详细的说明你要怎么样进行退货流程，然后也做成这样质感的信封，我觉得很漂亮，很有质感。那这个东西呢，它寄给我的是一个，应该是他们的 seasonal outfit book 吧，有点像这一季最新的一些产品，然后给你参考一下他们的一些设计呀，还有一些搭配的一些灵感之类的。我觉得他们在做品牌的宣扬这一块，我觉得是真的做的没话说。那我这一次呢，因为购买到了600磅，所以其实它会有一些 free gift， 就是不定时的掉落。那我这一次呢，收到的是一个帆布袋，我觉得这个帆布袋说实在我也觉得很好看，就是我属于那种就是可能会非常愿意
带出去使用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时不时的注意一下，就是有时候它在网页的最上面会跟你提醒说，记得结账的时候输入什么什么什么 code， 那你就可以免费得到一个 free gift。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在下单之前就是特别注意一下的。那整体呢，我这一次购买 SZEN 的一个心得跟收到包裹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大概是等了足足2周多，从下单，然后法国发货到英国，然后运送物流，然后再到我实际收到，差不多花了2周的时间。那我在当初这个下单之后，大概过了1周，我都没有收到任何物流的 update 的时候，我就联系他们的客服。那客服回信的速度非常非常之快，那他们就是跟我说，这个我的包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确实有比平常他们正常出货的流程再晚个3-4天出货。但总之我刚刚 complain 完之后呢，他大概过了2-3天，就把我的包裹就是迅速发出了，所以大概就是等2周左右。不过如果是住台湾地区订的话，不确定是不是要等上更长的时间，这个大家可能就是具体也可以就是联系他们的客服中心。那整体呢，如果你问我说，就是我这一次对 SZEN 的一个购物心得跟是否推荐的话，我会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如果你居住的那个国家，或甚至你居住那个城市是有 SZEN 的实体店的话，你一定要去实体店。不然的话呢，我觉得他们的尺码还有衣服的一些色彩度，我觉得有时候他们的图片拍的跟实际上收到实物的这个状态，我觉得是有存在落差的。再加上他们的单价，其实我觉得不是像 Zara、H&M 这种就是相对好入手的。我觉得他们随便动辄一件都要100-200磅，所以我觉得会是一个不小的金额。那我会强烈建议大家有实体店的话，一定要去实体试穿。那如果你在的地方是蛮退货方便的，其实也可以就是下单，然后自己像我今天在家，然后试过，然后觉得不喜欢，然后再 return 回去。其实他们的流程也是很快速很方便，然后也是完全不会收任何额外的费用的，所以我觉得这点做得蛮好的。可是就是等于说你要多跑一个这个流程，其实就是比较麻烦。但整体来说，我觉得如果像我这一次就是比较幸运，可能说像这一个牛仔衬衫，然后还有刚刚试的那一个蕾丝衬衫，我觉得算是有达到我的需求。我觉得他们的质感跟这个用的材料都可以感觉出来，确实是蛮不错的，也还算我觉得对得起这个价格。所以呢，整体来说，我会给SZEN这一次的购物体验大概打上是6.5分，就是属于我还是会去它的官网定时浏览它的一些新品或者是一些 sales item， 我可能会特别注意。但是呢，如果是那种就是像我下次可能要再订一次这种600-700磅的话，我可能会慎重再慎重，就是到底要不要下这个单，还是我直接去一次实体店，我觉得会更好。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的SZEN unboxing 后，那希望就是也给有在观望这个平台的读者们一些参考。那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别忘了帮我按赞、订阅、留言、分享。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喽，拜拜。